少女芙蓉出水，结果下一秒水竟然结冰了。这一切还要从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说起。动漫正到高潮，却被老妈喊去收衣服。正所谓高潮无尿点，谁动谁先输。可不收衣服，老妈就会变女帝。短短2步路，蓝胖子便拿出凝固灯放在了雨中的衣服下，然后继续当起了追剧猫。这波操作都给大雄看呆了。为了不让偷懒变吃席，大雄只好自己去当收衣人，却看到液体的雨水变成了颗粒，俗称下冰雹。等天晴了，雨停了，衣服都干了，这就是凝固灯的能力了，可以将没有形态的物体固化5分钟。大雄打开窗户，正巧看到户外吸烟的光头强，一发 C 位灯光，差点误以为天使来人间渡劫了。正所谓小玩怡情，大玩伤心，大雄想给媳妇儿也来波福利，于是又来到了跟媳妇儿的秘密基地，一发 C 位聚光灯。这温泉水比昨晚的隔夜馒头还要硬，于是等静香来泡澡时，第一次对温泉有了无从下脚的感觉。本以为自己学会了悬浮超能力，结果下一秒，大雄还想送给更多人惊喜，呸，是惊吓。就看到杂耍人吨吨吨干了一瓶小麦饮料，接着吹出一口陈年老气，结果下一秒，两人继续以不作死就不算完的节奏来到了后山。远远看到山中貌似有大火，这哪里是大火呀？明明是有人背着伙伴吃烧烤。正所谓吃毒使者，见一个杀一个。大雄将混合着自然辣椒面的烟气变成了固体，小夫偏偏手欠，结果悲剧了。死者2人伤势严重，背后黑手还在一旁疯狂大笑。按照哆啦 A 梦定律，大雄每集都会被胖虎胖揍一顿。为了不让自己吃席，蓝胖子要来凝固灯，对着云朵来了一发，竟对虎父2人下了死手。虎父他追，蓝胖子他跑，天上的云朵纷纷落下，为2人争取了逃脱的时间。遇到湖泊时，蓝胖子展开灵力，对大雄玩起了水上漂。虎父觉得自己也能行，结果扳回一城的大雄心情舒畅，可蓝胖子却一脸愁容，因为小夫的烧烤炉仍然开着火。2人返回山中的途中，大雄一个手滑，结果静香悲剧了。与此同时，山中已燃起熊熊烈火，大雄慌了。蓝胖子还在这时候习惯性宕机，可现在手中能用的只有凝固灯了。大雄用凝固灯将火焰变成了固体，虽然暂时解除了危机，但固态火焰只能维持5分钟，需要及时将火焰搬走。蓝胖子拿出祖传铁铲，要众人将火焰敲碎，蓝胖子负责搬运，将火焰倒入湖水中，来来回回几个回合，仍未被清理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。大雄及时将其固化，在众人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装完了最后一桶。可就在输送的途中，火焰再次恢复了原状。要不是怕烫手，大雄估计就当场吃席了。当了一次救火英雄后，大雄想让静香借鉴这神奇的凝固灯。听完凝固灯的作用后，静香总觉得这效果有些眼熟，所以说恶搞静香洗澡的采花贼是原地自爆了吗？